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农村外，一群考古学者拦住了正要开垦荒地的一群农民。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就在这荒山野岭的一个小山包里，竟然埋藏着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大量文物。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和这些文物一同埋葬的，竟是一位有着多重传奇身份的千古第一女将军。但她到底为何英年早逝？为什么在她死后还能先后成为3位帝王的妻子？今天我们就来探寻3000多年前的真相。1975年，中国河南省小屯村正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计划将村子西北角的小山包铲平，改作农田。然而，这一计划尚未启动，就被一群不速之客打乱了。这群人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领头的是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郑振香。他们紧急叫停了村民的平整土地行动，并下达了禁令，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动这处山包，哪怕挖一铲子土也不行。原来，他们怀疑这里可能埋藏着重要的殷商古迹。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考古证据支持的王朝，距今约4000年。与商朝相关的任何遗迹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小屯村不远处曾发掘出殷墟的宫殿庙宇遗址，因此任何在这一范围内的工程都必须先进行勘探，确认安全后才能动工。没过2天，郑振香带领的考古队就在土里找到了殷商文化层。进一步探查后，清理出了一片断面，里面有着明显的房屋地基结构。可由于当时正值寒冬，土壤冻得坚硬，考古工作只能推迟到次年春天。第2年一开春，郑振香和丈夫陈志达就带来了经验更丰富的考古队员和一台10米高的钻机。他们从房屋地基边缘开始钻探，划定的发掘范围约1000平米。起初，考古队发现了大量小型房屋地基，南侧边缘还有一座较大的房屋 F1， 中间是一个殷代晚期的灰坑。灰坑是古人挖地窖后废弃形成的垃圾坑，土壤会变成灰色。郑振香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遗迹出现在房子里不同寻常，于是亲自清理灰坑，发现了下面的一片红色夯土，联想到殷墟曾发现过上面盖房子的小型墓葬，推测这里可能也有古墓。尽管有人怀疑这些夯土只是房子地基，郑振香还是决定继续挖掘。夯土十分结实，洛阳铲无法顺利下探，于是改用钻机。当钻头下降到6米左右时，遇到了浅水层，里面全是烂泥，无法继续机械钻探，又换回洛阳铲。烂泥阻力极大，铲子深入过程缓慢。1个小时后，队员感觉手上的压力一松，洛阳铲瞬间下去了半米多，挖到了空腔，很可能是墓穴。提起洛阳铲时，铲头上出现了一大块红色漆皮，是棺木。所有人都激动起来，终于找到墓葬了。现场一位老师傅眼疾手快，从铲子上抓了一把泥土去冲洗，泥水滑落后，露出了一块精致的玉坠。自1899年中国首次发现甲骨文，到1928年发掘出第一个殷墟遗址，虽然不断有青铜器和建筑遗迹出土，但始终没有发现商朝的墓葬。如今，郑振香他们可能找到了第一个能确定年代和身份的商朝大墓，大家心情激动。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众人又有些失望。这处墓葬仅5米见方，深度约8米，这种规模很难想象里面埋的是大人物。即便能推断年代，若非史书中的重要人物，考古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但考古不是盗墓，只要是古迹就有发掘价值。众人继续在划定范围里挖掘，没想到每深入1层都能发掘出各种陪葬品，而这些陪葬品的出现带来了一位震惊世界的史上第一人。由于底层结构比较复杂，对这座墓穴的发掘分为前后2个阶段。首先是在填土层中逐步向下清理，第2阶段则是水下作业。填土层从墓口开始算，一直到棺椁的上方，
可以根据陪葬品的埋藏方式分为6层。虽然每层都能挖出来一些东西，但前面几层大部分都是小件，而且数量比较少。直到挖到最后2层，终于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文物。第6层距离地面有 5.6 米深，一挖到这层就发现了好几件象牙酒杯和骨矾，就是一种骨头做的盛放东西用的制品。这些骨制品都放在一个木匣之中，只是木匣已经腐烂完了。这一层靠南侧的地上还摆放了好多东西，比如玉圆铜内戈、石雷、陶熏、铜镜、玛瑙珠、骨笔等，可以看出种类繁多，从生活用品到乐器兵器几乎全有，由此也能对墓主有一个初步印象，看来应该是个文武双全之人。第7层则是在深入10公分左右，再往下就能看到棺椁了。这一层发掘出的东西以礼器为主，在东侧的左右2个角上分别放置着一件铜尊以及一套尊甲组合，这些全都是商朝的酒器，也作为礼器使用。不过在3件器物上都有着统一的铭文紫东泉，在墓室的墙壁上都摆放着一件石磬，这是一种打击乐器，中国古代8音中的石指的就是这种乐器的声音。2件石磬中有1件还刻着荏苒入室的字样。用来摆放第6层的象牙杯的木匣下面，在这一层放了一只大理石雕刻的牛，而在牛的脖子下面则能看到私心2字。再稍微往深处挖一些，就能看到在东西侧的墙壁上出现了殉葬者的骨架，而且还有狗的骨架。至此，水面以上的墓室就清理完毕了。为了取出水面下的文物，考古队又去村里借了2台水泵，一边抽水一边继续向下发掘。令人欣喜的是，才向下挖了半米深，就已经看到大型青铜器的顶部了。最先露出水面的是墓室东北方向的一尊大鼎，而西面也接连出现了3连眼、连体眼等。虽然还没能看到鼎的全貌，但现场的每个人都兴奋了起来，因为从方鼎挖出来的部分都可以看出它的巨大。而在礼法森严的殷商时期，鼎的数量和大小都是与身份严格绑定的，所以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挖到了一位大人物的墓穴。虽然在继续排水挖掘的过程中还遭遇了断电等问题，但是考古队中每个人的热情都是越来越高涨。由于年代久远，墓室泡水的情况又十分严重，为了稳妥起见，郑振香决定先把墓室中间棺椁的部分清理出来，大型青铜器则继续作为支撑物稳定周围的墙壁。在清理棺椁周围的淤泥时，又接连不断地找到了大量玉器。由于数量太多，考古队已经没时间逐渐清理赏析，只能先一桶一桶地运出墓室，等最后再统一清理。而在清理完这些小件之后，墓室的水也抽得差不多了，考古队员就用辘炉和麻绳将几件大型青铜器吊了上去，再将殉葬的人骨和颧骨也打包带走，总算是完成了陪葬品的发掘工作。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对这些陪葬品进行细致的清理分类。虽然在挖掘时，考古队员就感到陪葬品一度多到让他们都没地方落脚，可真正统计出数量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在这个小墓之中到底有多少文物。小件的青铜礼器、武器、玉石制作的各种工艺品、日用品，还有各种象牙制品，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928件。而当作货币或是装饰品的海贝也找到了6800枚。另外还发现了不少来自国外的阿拉伯文兽贝和海螺。从这里可以看出，殷商时期中国应当已经与国外产生了联系，而有着鲜明殷商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玉器，对于了解殷商文化来说就十分重要了。在这些文物中，3连眼就是一件十分独特的青铜器。所谓的眼，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蒸锅，也是上下2部分组成，只不过思路不太一样。上面是3个并排放置的赠子，就是类似蒸屉或者锅的部分。下面是个看起来像是小桌子的结构，较立，可以在里面装水，
然后在下面的空档处生火加热。甑子的底部是篦子，在盛放食物的同时又能让蒸汽通过，以此来蒸熟食物。在三连眼上雕刻了大量的花纹，比如夔纹、云雷纹等。在内壁和两耳处则是刻着2个甲骨文，考古队员最开始并没有认出是什么字，但是同样的文字在其他青铜器上也反复出现，推测应当与墓主身份有关。这件青铜器是唯一一件商朝的大型炊具，中国境内再也没找到过类似的东西。另一件独特的青铜器叫做偶方仪，仪是当时用来装酒的一种器物，主要用在祭祀典礼上。通常的仪是一个方形的类似于缸的东西，但是偶方仪是长方形的，而且是长大概2倍于宽，看起来就像把2个方仪连在了一起，所以叫做偶方仪。偶方仪的造型独特，通体以云雷纹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饕餮、赤鸮、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盖脊还有2钮，便于起合一盖。整体看上去和商代宫殿的4阿式屋顶十分相像，想必是依照当时的宫殿建筑铸造的。而在所有青铜器中，后来被认为价值最高的一件就是青铜鸮尊。从名字看出，这是一个做成了猫头鹰形状的酒尊。同时，猫头鹰在商朝也是智慧勇武的象征，以此当作酒尊，对于墓主的身份背景也是一种体现。头上立起来的2根大羽毛是头冠，然后前面的2个杯子角是猫头鹰腿，后面的杯子角是猫头鹰的尾巴。身上有着各种刻线，分别用不同的动物造型来描绘猫头鹰的羽毛，比如颈部有夔龙纹，胸前有蝉纹，翅膀上则是盘踞的蛇等等。无论是从做工还是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讲，这件都绝对称得上稀世珍品。除了这几件珍品之外，墓内还挖出了130多件青铜武器，以钺、戈和剑簇等军用武器为主。其中刻有未知铭文的是2件大铜钺，其中1件上面还有2虎食人装饰，可见兵器的主人有着多么彪悍的性格。此外，墓中还出土700多件玉器，也是以礼器和仪式用的武器为主。可以说，从这个墓穴中发掘出的东西，除了一些墓主日用品外，主要的就是商朝最看重的2件事：祀和戎，也就是祭祀和打仗用的东西。虽然一开始从墓穴的规格来看，郑振香等人都以为墓主平平无奇，但是这陪葬品的数量以及青铜器，尤其是青铜鼎的形制来看，这墓穴的主人一定是商朝时期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那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出现了，到底这里埋的是谁呢？殷商时期的墓葬不像后世的一些墓葬可以从中找到墓志铭，因此要想推断出墓主的身份，就要用年代和史料去进行匹配。为此，郑振香就带着所有考古队员对上千件陪葬品一一进行分类，然后再去观察它们的形制特点，来判断可能的制作年代。通过对陶器、石器和武器等物品的造型进行推理，首先可以排除殷商晚期的可能性。而在比对了平底甲、小圆尊等日常用品的特点之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物品与之前殷墟遗址发现的第2期文物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历史学家们对商朝这个前后近500年历史的王朝进行了时代划分，整体上分为商前期和商后期，而第2期就是武丁到祖甲这段时间。因此，这座墓穴现在也有了大致的时间范畴。不过，对于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来说，这个时间范围还是太长了。就在此时，众多青铜器上反复出现的铭文就成为了最有可能破解墓主身份的线索。殷商时期使用的还是甲骨文，而这种文字的特点之一就是更接近于简笔画。那2个神秘的铭文，从图形上来看，一个像是一个跪坐的女子，旁边有一把扫帚，另一个则像是跪坐的女子，旁边有一个小孩。于是郑振香又找来了当时对甲骨文研究的所有资料，很快就在甲骨文中找到了相同的文字。
现代汉字是从甲骨文上的象形文字逐步演化而来的，因此虽然写法不同，但是很多字仍然保留了最初的结构。比如一个妇女旁边有一把扫帚，妇女的形象就简化成了现在的女字旁，扫帚则只保留了肘字的上半部分，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妇字。同样的，表示小孩子的图形现在也简化成了一个子字，和女字旁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好字，连起来就是妇好二字，也正是墓主人的名字。虽然确定了墓主的名字，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是考古学者的知识范围了。为此，郑振香还特意请教了当时中国著名的学者郭沫若。在郭沫若的指点下，对着200多条甲骨卜辞的记录，众人才终于搞清了这富豪究竟是谁。原来他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之一。公元前12世纪，正值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商王朝的武丁时代。虽然当时的社会制度还较为原始，但是武丁绝对是那个年代十分杰出的一位君主。他力排众议，启用了囚犯傅说担任宰相，又施展多种手段，集中强化了王权的稳固性，同时对外也采用征伐联姻的策略，带领商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虽然因为联姻，武丁先后娶了64个老婆，但是受到商朝的礼法认可的就只有3人，其中一个就是比心，而他生前的名字就是妇好。而在墓中一件青铜鼎上出现的司母心的字样，就是武丁的儿子对妇好的称呼。据专家们推测，妇好嫁给武丁前，应该是商朝北方某个部落的公主，或者是某个母系氏族的首领。在武丁征伐联姻的过程中，和他结为了夫妻。那问题就来了，前面众人清理陪葬品时，一直觉得墓主应当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武将才对，毕竟发掘出了大量的兵器，甚至还有2把刻着妇好名字的铜钺，上面的装饰品也显示出了主人的威猛。而且这把铜钺还重达9公斤，作为一把长兵器，现代的成年男性应该都很难顺利地使用它。那本应是一名猛将的妇好，怎么就成了王后了呢？在翻阅了诸多甲骨文记录之后，郑振香他们总算找到了答案。根据记录，妇好虽然长相端庄大方，但她更常展现的形象则是身披甲胄，手持铜钺，于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的女武神。而且她除了武力超群，更是懂得兵法之道，经常替武丁带兵去征伐异族。不过妇好的勇猛也不是一开始就展现出来的，如果不是天意，或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位女将军了。在妇好嫁给武丁之后，商朝北境还是经常受到异族侵扰。武丁派遣多位大将前去征讨，全都无功而返。眼见武丁日夜为此忧心，妇好在这时竟然主动提出要去替武丁解决麻烦。在妇好提议带兵北伐之后，武丁就找卜官来问了一卦，卦象显示妇好北伐可得胜，这才放心让他出兵。在殷商时期，上到国策征战，下到娶妻生子，人们都会祭拜祖先，卜上一卦，来看看前景如何。而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始的制度，才给了妇好大展身手的机会，而妇好也没让武丁失望，大胜而归。自此，妇好就多了一层身份，坐上了商朝大将军的位置，同时也获得了封赏，有了自己的领地。他不仅精于政绩，带领治下的子民实现了自给自足，甚至还成为了武丁时期的纳税大户。不过武丁王最看重妇好的还是他作为将领的能力。不外出打仗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领地练兵，至少培养出了一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不仅如此，妇好还经常和武丁一起并肩作战。史料文献上曾记载了一场中国最早的伏击战，就是由妇好和武丁一起谋划实施的。当时商朝旁边有一小国叫做八方，也是经常骚扰边境的异族之一。为了剿灭八方的主力部队，武丁甘愿自己充当诱饵，突袭八方。在将敌军引入包围圈后，妇好则带领商朝真正的主力
从八方背后的西侧进行夹击。夫妻二人配合默契，一举歼灭了八方的军队，自此也平定了商朝南部最后的野患。由此可以看出武丁对他的信任，妇好也是名副其实的商朝第一大将军了。而只要武丁没有和妇好一同出征，就一定会在城门外望着远方，等待妇好凯旋而归。每次一看到妇好的军旗出现，武丁就会快马加鞭，第一时间去见自己的妻子。随后两个人就会完全不顾身后的侍从卫兵，骑着马追跑嬉戏，完全没有了国君和将军的样子。两人恩爱有加，还孕育了好几个孩子。不过虽然商朝一时强盛，却也不是天下无敌，边境仍然经常受到异族侵扰，所以有时候妇好也不得不带着身孕奔赴战场。长年累月的征战，或许也为妇好的命运埋下了野患。从龟甲卜辞中也能看出，在不用打仗的时候，妇好也经常参与商朝的政务。最基本的，前面说过，武丁娶了60多位妻子，管理后宫的重任就是由妇好承担的。虽然当时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但是妇好的身份就类似于后世的皇后了。而且妇好的身份除了皇后、将军之外，还是当时的卜官，精通龟甲问卜之术。他的陪葬品中出现的大量祭祀用的礼器，就是他当卜官时的用具。妇好或许是因为出身原因，能认识甲骨金文，还懂得卜算之道，在当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每逢国家的祭祀大典，他就要在祭台上诵读祭文。在殷墟遗址中发掘出的众多甲骨文残片中，就能找到写有妇好整治交付字样的骨片，意思就是上面的文章是妇好亲手修订的。也是因此，才会在大半的甲骨文残片中都能看到妇好的名字。然而，如此文武双全的一位奇女子，却在丈夫武丁的统治时期就去世了，还是让人有些疑惑的。不过，在妇好墓的棺椁中并未找到她的尸骨遗存，因此也就无法判断妇好究竟是怎么死的，死亡的具体时间又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妇好不仅兵败身死，甚至连尸体都没能送回商朝，因此才会只有一座衣冠冢。也有人说，妇好是因为难产而死的，这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倒也合理。在妇好死后，武丁十分悲痛，虽然或许是限于当时的技术原因，只给妇好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墓，但是从墓中丰厚的陪葬品来看，绝对属于风光大葬了。而考古队在墓穴上发现的房屋，后来经过研究，原来曾经是一座4阿重屋的享堂，意思就是放上妇好的像牌，供亲人祭拜的地方。现在已经根据想象图在殷墟博物馆里进行了复原。武丁为妇好所做的事还不止于此，在他死后竟然还给妇好先后办了3场冥婚。武丁给妇好选定的墓地就在自己的军机处旁边，他希望这样能用自己的武力保护好在阴间的妻子。但是后来他或许是想明白了，自己在阳间怎么保阴间的人呢？得在阴间给他找个靠山才行啊。于是武丁就翻起了族谱，找找自己之前的伤亡，也就是他的祖先里面有哪些人品好、武力高的。第一次他选中了自己的6世祖祖乙，举办冥婚仪式，将妇好嫁给了老祖宗。武丁觉得这样应该就能让妻子在下面过上安稳的日子了。但是没过几年，他又开始想念妇好，担心妇好在下面过得不好，于是又给他找了个新老公，自己的11世祖太甲。就在这种反复的忧虑中，最后武丁又把妇好嫁给了13世祖成汤。他觉得有3个英明神武的老祖宗一起照顾妇好，自己总算可以放心了。就是没想过这几个老祖宗在下面会不会打起来，妇好本人又会怎么想呢？而在妇好去世后，每当武丁出征之前，都会举办祭祀典礼，进行问卜。只是现在问卜的对象就变成了妇好，他也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在九泉之下保佑自己作战顺利。当然也有另一种解读，说是妇好的死因就是战死，
所以武丁每次其实都是在为妇好进行复仇之战，问卜其实就是告诉妇好自己要去替他报仇了。无论如何，妇好在武丁心中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妇好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谜团，但他的墓穴作为殷墟遗址中第一位可以与甲骨文资料相对应的商王朝皇室墓，为中国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于商王朝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仅仅他一人就可以看到商朝的战争、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简直就像是历史特意挑选出这样一人，来让后世可以窥见前朝的一隅。不知观众们在看了妇好的故事之后，对于这样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讲完了，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